嗨，各位朋友，大家好。在上个单元，我们知道了命运线的起点位置的含义。有的朋友问，没有命运线是不是都没有事业啊？其实没有命运线并不代表完全没有事业或者不用工作，有可能要一直工作。没有命运线的人之中，也有财力雄厚的，这就说明了命运线除了表示工作心态、事业、婚姻等发展之外，它的解释意义可以说命运线是赚钱的一种机会，一种赚钱的管道，这是命运线独特的特征。之前我们谈过各个掌丘的意义，土星丘、木星丘、太阳丘、水星丘这几个掌丘里，如果其中有2个或3个所隆起的部位很饱满，又有明显的手纹符号标记时，那么即使你没有命运线，却是可以自由地做你喜欢做的任何事情。而有命运线的人就必须经过一个特定的管道、特定的路线来发展，这些特定的管道路线就形成多种不一样的命运线形态。现在樊晨居就来跟大家说明命运线的形态。命运线的形态：一、过长的命运线。长的命运线超过中指根部，这种过长的命运线并不代表年纪很大时还要工作，是表示随着年纪增长，事业发展得太快，陷入没办法灵活控制的地步。因为个性比较顽固、孤独、主观，会比较劳碌，婚姻方面也不美满。如果起点就超出了手腕长的命运线，也都是事业发展不佳、婚姻不顺的象征。2、波浪形的命运线。波浪代表人生起伏，弯曲的命运线代表这个人行事不按部就班，贪图小利，常常不知道自己在做什么，没有目标，事业、婚姻都不顺利。波浪幅度越大，也就代表人生起伏也大。3、模糊不清、不明显的命运线。命运线模糊不明显，代表机会比较少。另一方面是表示心不在现有的这份工作上，时常想要换工作。不过这个人常有这个念头，却不会真正去换工作。如果这个人要转换跑道，必须做很多努力才有机会。4、命运线重叠而上。命运线断裂之后又再重叠而上，这是比较常见的长线，是代表要经过长时间考虑才会转换新的工作，表示这个人在同一个工作做久了，想换工作又不敢尝试，只能私下学习另一种技能，或开阔自己的财源，例如跟朋友合资，如果成功才会转换工作，发展自己的事业。同时这也表示工作刚开始很顺利，没有遇到阻碍挫折，但是到中年阶段遇到挫折影响事业，在人生旅途中产生变化，这也代表需要改变突破的阶段，如果能妥善处理，就能找到新的机会。5、连续中断的命运线。连续中断的命运线不代表事业失败，是代表这个人个性比较冲动，常放下工作一段时间，再另外找新工作，工作几年又休息一段时间。6、间断又深刻的命运线。这种线纹表示工作的不稳定，工作没明确的目标，会为了某件事而决定停止工作或休息换工作，例如妈妈为了小孩、家庭而停止工作。7、连续间断又重叠的命运线，是表示这个人比较懒散，又容易受外界影响，无法专心投入工作，没钱时才去找工作，因为常换工作，生活相对不稳定，连带的也会产生婚姻问题。8、碎片式不清楚的命运线。这种断断续续又不清楚的线纹，我们称为弱的命运线，表示这个人无论生活还是工作没有明确的目标，但如果这个人努力找到自己的生活目标，一旦去实行的时候，这种不清楚的线纹就开始变清晰，而且变成合适的路线，不会是这种碎片式的线条，所以后天的努力是可以改变命运的。9、中断的命运线旁边出现辅助线。
命运线中断代表事业受挫，旁边出现的短线可以视为辅助线纹，是表示有贵人相助，经过努力渐渐稳定。10. 命运线不均匀，命运线有的深刻，有的不清晰，是表示事业状态不稳定，变化多端，时好时坏，必须在事业稳定时期想好对应之策，以防止状态不稳定时失去优势。11. 命运线在智慧线下中断，又从感情线往上到中指下，是表示这个人在30至50几岁左右这个阶段，事业上遇到瓶颈或挫折，50几岁后转行走好运。12. 命运线在智慧线停止，又有新的命运线往上到中指下，这是代表一个人的转变，人生的转折交界运发生在35至40岁左右这个阶段。13. 有2条命运线，有一条长一条短，或长度相当同时往上延伸平行的命运线，是表示人际关系好，能得到贵人相助，事业发展顺利。除了正职，同时自己努力培养另一种专长，有做第2种事业或兼职的机会，经营副业也会有不错的效益。如果同时又有成功线，更能肯定会成功。14. 有一条命运线，另一条从生命线延伸出来，已经有一条命运线，另外在生命线上又有一条延伸出来的命运线，这条线叫做努力线，这是代表开始的时候自己发展事业，之后有机会跟配偶或家里人合作发展事业或接手家族事业。15. 生命线上有多条向上的事业线，是表示这个人缺乏实行力，虽然怀有远大的理想，但不切实际，也因为常常换工作，生活无法安定。16. 感情线上有多条向上的事业线，是表示这个人虽然聪明，有多项才能，也爱表现，但最终无法成就大事。如果有成功线同时出现，就有机会走好运。命运线分支的含义：命运线上升而且呈现分歧的支线，所代表的是事业加速发展；向下的支线是代表生活状况每况愈下，事业开始步入衰退的情况。1. 命运线的分支指向木星丘，木星丘所代表的是野心、权力、欲望、支配欲、向上心等。分支线到达木星丘，也就表示这个人的野心、愿望有可能达成，因为有这种线纹的人是非常有潜力的。一旦这个人对事业雄心勃勃的时候，会获得名誉和成功。如果分支线到达木星丘的中央，权力和财富两者都可以得到。2. 命运线的分支指向太阳丘，太阳丘所代表的是艺术、财富、民生等。分支线到达太阳丘是代表可以朝艺术方面发展，会得到财富、民生。而在这个时间点分叉的分支是代表这个人已经事业有成，有很好的成就，又能得到贤能的人帮忙守财，也有横财。3. 命运线的分支指向水星丘，水星丘所代表的是机智、创意、人际关系、商业和科学等，是表示这个人懂得交际手腕，有商业头脑，又在专业领域里有特殊技能，例如当律师、医生或朝科学、商业方面发展，会得到好的成就。4. 命运线的分支指向3个掌丘，分支指向木星丘、太阳丘、水星丘，是代表具有这种3种掌丘所具有的意义相互结合，是表示权力、名誉、财富都能得到，在各个领域都能成功，是相当罕见的掌线，是大吉的象征。5. 命运线末端呈3叉线，是代表这个人有好名声，生活富足。6. 命运线指向太阳丘，在起点位置分叉升到金星丘，表示生活中有过度的欲望，命运大起大落。7. 命运线的分支上升连接到智慧线，是表示事业发展过程中得到好的帮手。
8. 命运线的分支在中指下方分叉，代表事业有新的变动，而这个变动是好的，或者是事业有新的突破。9. 命运线的分支达到大拇指下方，有这种长线的人好胜心比较强烈，事业有得有失，主要是指妻子体弱多病。10. 命运线开头呈现分叉，开头就形成2个支线，是表示这个人兴趣广泛，遇到事情三心两意，犹豫不决，比较适合跟自己兴趣相关的行业。命运线上符号标记的含义。1. 导纹，命运线上出现导纹，在掌线上的导纹大部分是代表阻碍或是一种破坏的力量，有导纹的同时也会减弱这条线的意义，因此在命运线上出现了导纹，也就代表一个人的事业婚姻发展出现不同程度的阻碍，如果能克服困难才能成功。1. 命运线中间有导纹，是代表事业发展到一半遇到很大的困难，但到最后能克服冲破难关而得到成功。2. 命运线中途出现2个导纹，这是表示工作的过程中因为桃色纠纷遭遇阻碍，工作进度延迟，因此心情烦闷，建议重新调整心态和计划，要多花很多心思才能解决问题。3. 命运线与智慧线交叉点出现导纹，是代表这个人因性格想法有一些问题，因此不太顺利，建议不要好高骛远，贪图大利，否则容易损失钱财，或者可能因为外遇事件而导致事业失败。如果是女生，感情婚姻容易出现问题。4. 命运线与感情线交叉点出现导纹，有这种掌纹的人可能因为男女感情的关系而使事业失败或破财，在中年晚年阶段比较孤独，可能夫妻失和或离婚或事业失败，建议不要感情用事，夫妻间相互体谅，各退一步。5. 命运线末端在中指根部下方出现一个导纹，导纹出现在命运线末端时，结局大都不佳，是代表这个人晚年运气比较不好，事业不顺，或是疾病缠身，贫困无依无靠。6. 命运线起点位置连续的导纹，连续的导纹是代表被束缚，是表示不愉快的生活环境，在年轻时期无法集中精力学习，因此成绩会比较差。7. 命运线末端在中指根部下方呈锁链状，这是表示晚年运气比较不佳，事业不顺利，同时也会遭受财务损失。8. 命运线整条是链形状，是表示要成功比较难，因为个性比较多疑，烦恼也多，心悸不安宁，最适合做平稳的工作，不适合做生意，做生意容易失败。2. 星纹，命运线上出现星纹，星纹跟导纹一样，是代表阻碍，一旦命运线上出现星纹，就表示这个人生活、婚姻或工作上突然发生的状况。3. 十字纹，十字纹出现在命运线上。1. 命运线的开头出现十字纹，代表年少时遇到不好的环境，可能是失去亲爱的父母，这方面还需要再观察其他条件。2. 命运线中段出现十字纹，代表事业发展突然遇到很大的困难，人生路上遇到很大挫折。3. 命运线在感情线与智慧线之间的十字纹，也叫做神秘十字纹，是代表这个人对研究玄学、命相学方面有兴趣，也有天赋。不过，有神秘十字纹的人到45岁前后，事业容易发生停顿的状况，这点是要特别留意的。4. 命运线末端出现十字纹或斑点，这是代表晚年运不佳，晚年破产或遇到灾难，是不祥的象征，建议冷静下来，仔细思考，重新振作。4. 命运线上有横切线，
这种横切线也是影响线，代表所推动的计划途中遇到挫折，因此事业呈现停顿状态。横切线的位置就代表这个阶段事业容易停顿。如果命运线末端有几条横切线，代表这个人在晚年时期事业发展或晚年生活会面临考验。横切线如果呈现模糊，那是代表麻烦和忧虑。5. 命运线上有毛状纹，命运线开头有毛状纹，代表小时候贫苦没有依靠，也有可能是生长在单亲家庭，生活环境条件不佳。如果自己努力又有成功线，生活可以稍微得到改善。如果毛状纹的位置在命运线的末端，代表事业的起伏不稳定。6. 命运线上有三角纹，正三角形代表有好的事发生，可能是升官或发财，是一种吉祥的象征。7. 命运线中间有方格纹，方格是一种保护作用，代表运势的转变，是表示所得到的东西不容易失去。如果命运线断裂，又有方格纹出现，表示有贵人相助，事业能够继续。如果是女生，可能离婚了又复合。在事业方面，如果事业陷入低潮，除了自己努力，会有贵人相助，到最后自然就能找到突破困境的方法。这也说明了人要不断努力充实自己，一旦人生遇到波折，可以运用自己所学和智慧度过难关。好朋友，生命线有一些情况是命运线充当生命线，生命线连接到命运线的桥接线，是支持生命线新方向的变化，让事情的流程顺利恢复。而命运线象征命运的启示，一块美玉不经琢磨不能成器，人的一生何尝不是如此呢？一个人在少年得志未必是福，而少年时的磨难却往往使得日后能有更大的成就。在下个单元，我们一起来探讨太阳线、成功线。对于这个单元有任何想法和建议，欢迎你在底下留言。我们下次见。谢谢你的观赏，如果你喜欢今天的内容，请帮我按赞、分享和订阅频道。订阅是免费的，记得打开旁边的小铃铛，这样我有新的影片就会第一个通知你，才不会错过精彩内容。拜拜。